任姐，我们调查清楚了，15号晚上，孟教授他父亲生病去医院了，晚上8点他去看了他爸。你是梁小涵吗？对，跟我来。妈，我到急诊门口了啊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哎呀，这大富，你可来了。这急诊室有一个凳子，是一个受伤者刚坐过的。姐夫坐下去之后，才发现这上面有血，他就把裤子弄脏了。他回家之后才洗的裤子。这个是急诊室的视频，有了这个就能排除姐夫的嫌疑了。晚上7点，穆达夫在什么地方7点，他从酒店出来之后，直接去医院了。？10点之后他去了什么地方？你就相信我，他绝对没有作案时间。除了这个视频，还有什么人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？冉姐，你都把这案子交给我，你就完全信任我就好了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姐夫跟这案子绝对没关系。咱们就把注意力都放徐山川身上，就完事儿了，好吧？天伟啊，你没结婚吧？没有。如果你结婚了，你就应该知道，男人都有一些不想让老婆知道的秘密。我又不是你老婆，但你是我老婆的下属。难道在你眼里面，你的秘密比一条命还重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天伟，我向你保证，我跟这个案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答应你，如果你真的跟这个案件没关系的话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，哪怕是出轨。你别乱说话，我没有出轨。那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邵天伟，你是在替穆达夫保守什么秘密呢吗？没有，我替他保守什么秘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人干不了什么坏事儿，也说不了瞎话。我真没说瞎话。爸爸，哎呀，东东来了，哎，来了。爸，您病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这不是吃着药呢。他这病啊是急出来的，这问题解决了，他那病就好了。什么事儿啊，能让爸急出病来？这事儿你得问你们家达夫啊。我说报案，他不让报。问题都已经解决，就别说了。是，张教授那部分是解决了，那我的呢，一点都没追回来啊。追什么呀？钱，什么钱呀？你爸呀让一个叫什么 P2P 的公司啊，把那积蓄啊都给他骗光了。怎么不报案啊？达夫不让我们报案，说家里有个警察还被骗，说出来都丢人。这不是今儿我们俩商量着，怎么着也得把这事儿跟你说一下。这么大事儿你也敢不告诉我？穆达夫啊，你可真能瞒啊！怕给你添麻烦。再说了，这老板都跑了，报案没用。那也不能不报案啊！很多人报过案了，被骗的不是爸一个人。爸被骗了多少啊？东东啊，这不光是钱的问题，诚信，诚信呢？你瞧，这一跟他说钱啊，他就跟你说其他的。我跟你这么说吧，他这辈子的积蓄啊，全都让人骗光了。他还跟人张教授借了20万。前些日子，张教授催他催得急，这他急病了。这还是达夫给他解决了这20万，他这病啊才好转。这么严重啊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明天我回局里问问这案子。行了，你回家吧，回家。给爸那20万你从哪儿弄的？天伟没跟你说呀？没有，难道他办案不需要跟你汇报一下？没说细节。行吧，那我就把车停了，踏踏实实跟你说啊。我努力。
喂。知道了。处理一下工作。喂，今晚几队值班？勇哥在吗？让他等下回给我。说吧。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。15号下午，爸这边呢急需20万现金还给张教授。你这也听说了嘛？这钱是被骗的，我不太好意思跟你张口要，想着说跟朋友借吧，就打了几个电话，几个人全都支支吾吾的，我就特别烦。这时候贝珍把电话给打过来了，说是来出差，问我能不能一起吃个晚饭。就是那女作家。对，是那女作家。我说我这边有急事，没法跟你吃晚饭，他就问我为什么。喂，勇哥，入室抢劫那案子，你让文姐把所有口供今晚整理好，务必发给我。对，今晚必须发给我。接着说。我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就都跟他说了。他说那这样吧，我去银行取钱，就当是借给你。喂，王局。明白，我来处理。人带回来了吗？你跟小平说一下，等一下我回去审。还有，你给旺哥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回局里。说。然后我跟他约的5点左右在莲湖大酒店见面。我去了，等了一会儿，他人也没来。打电话呢，他也不接，发信息也不回，我就更烦了。想着说得了，去湖边转转吧，透透气。这时候被人电话回过来了，说是去取钱的时候呢，手机忘带了，取了钱之后又回到宾馆拿了手机才回给我，结果正好赶上晚高峰，中间还耽搁了1个多小时。贝珍对你不错呀。江湖救急。后来我就跟他在医院见的面。拿了钱呢，给爸送上去，又陪爸坐了一会儿，接着就去跟贝珍吃饭。俩人喝了点酒，当是表达谢意吧。反正作业的时候9点多钟吧，最后结束半夜了。行，明天我给你打20万，赶紧把贝珍的钱还了。那不用，我这课题完成之后拿稿费还吧，好吗？你的稿费不就是我的稿费吗？别麻烦外人了，就这么定。赶紧送我回局里。哦，好。一个都不认识。这个是刘雨萌，这个是尹涵。据我们调查，他们都是跟许川川经常约会的情人。哦，那个呢？他叫夏冰清，他也是徐山川的情人吗？他们好了3年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？知道我们为什么传唤徐山川吗？不知道。他被杀了。你们认为是徐山川干的，或是我？我需要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你知道他外面有情人吗？感觉得到，但我不想知道他这些破事。只要他对我好，别的我都不管。我们结婚8年，只要他不出门应酬，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按摩。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。
我一面享受着他的伺候，一面承受着他的背叛。有的时候需要用爱去原谅恨，有的时候需要用恨去捣乱爱。照这么说，你不在乎和别人分享他的爱？爱，所谓爱情，就是双方接触的时候大脑分泌的多巴胺。等保鲜期一过，彼此都懒得为对方分泌了，谁都不敢保证只有唯一的爱。你这么放任他，他也这么放任你吗？这不是放任的事。如果一个人想出轨，另外一个人是拦不住的。如果你一直对他是这个态度，当初结婚的时候你图的是什么？从他追我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就是只要跟我有关系的事情，全听我的。你说他对你百依百顺，能说的具体点吗？我说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事情上，他都听我的。比如他追我的时候，康养中心刚成立不久。有一次他带我逛了一圈，煞有介事的让我给点意见。我说你应该成立一个意见部，谁都可以给你提意见，而且每提一条都要有奖金，这样可以拉近上下级的关系，还能让大家更有凝聚力。他当时就同意了，没过多久他就请我去接管他的意见部了。还有吗？结婚前他准备风风光光的大办，酒店也选好了，请柬也发了，但我就觉得这么办特别没劲，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办了，我想跟他去国外旅行结婚。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，1分钟取消了一切，1小时制定了行程。你当时特别开心吧？当然。也就是说，你曾经相信过爱情。是的。现在不信了？如果你丈夫在外面有那么多情人，你还会相信爱情吗？你恨他了吗？如果对所有看不惯的事情都要去恨，那我早就自杀了。徐山川有可能为了摆脱夏冰清的纠缠作案，沈小莹出于嫉妒，又或者是为了保护家庭，也有可能出手。问题是他们都没有作案时间，邻居、保安、快递员都能证明当晚他们在家。我认为沈小莹作案动机不足，因为她对徐山川出轨不在乎。据沈小莹母亲回忆，沈小莹从小学开始成绩就在班里数1数2。只要成绩下滑，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吃不喝。一个从小被人宠着、自尊心这么强的人，怎么就变成了云淡风轻的佛系？他在装，他读的是心理学专业。虽然他强调毕业后全心全意做家庭主妇，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，但他毕竟系统的学习过心理学。有道理。徐山川给沈小莹存的钱、买的房，多到足以抵消任何怨恨。小心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。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，我们只能让徐山川和沈小莹回家。我请求对他们进行24小时监视。叔，有人跟踪我们。跟着就跟着呗，你又没干什么坏事。明白。
面试那天，夏冰清从包房里走出来的时候，脸上什么表情啊？他当时披着头发挡着脸，我也没看清楚。他们两个人谁先走出包间的？他们俩在走廊上说话了吗？夏冰清先走出包间的，徐山川跟在他后边，给他拿着包。他们怎么离开康养中心的？徐总的车停在大堂门口，徐总给他开车门，但他没上去，自己拖着箱子走的。哎，你说你跟他也偷偷好过一段时间了，他有为你拿个包、开过车门吗？从来没有。就是。那3个小时，包房里有什么动静吗？包房的隔音效果挺好的，除了隐隐约约有音乐的声音，其他什么都听不见。别紧张，我会保护好证人的。我好像听到过女人的哭声。那天我拿着一份急件去找徐山川签字，我推开卡拉 OK 包房门的时候，我听到歌声夹杂着女人的哭声，好像是从卫生间传出来的，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哭声。我就关上门转身走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看见，声音也是隐隐约约的，就只能说好像是哭声。行了，谢谢你的配合，有需要我会再找你。徐总是凶手吗？你觉得他像吗？不像，其实他人挺不错的。我仅仅是了解一下情况，回去吧。好。王局，王局，你看了晚上关于大康案的议论了吗？没腾出时间看。看看吧，网民比我们还着急，恨不得明天就抓着凶手。市里领导也过问了这个案子，压力很大。我好像看见凶手的脚后跟了。是吗？说说凶手的后脚跟长什么样？我怀疑徐山川在他包房里面把夏冰清给强奸了。如果是强奸，夏冰清为什么不报案？钱，徐山川用钱把他搞定了。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口头承诺，比如说离婚了娶她之类的。否则夏冰清没有道理，也没有理由对徐山川不依不饶。你的意思是不排除强奸是谋杀的起点？要不说您是我师傅。咱们设想一下啊，如果说徐山川找人把夏冰清杀了，那夏冰清手里一定有让他身败名裂或者让他坐牢的证据，这就是杀人动机。证据呢？这不正找着呢吗？夏冰清唯一的人证已经闭嘴了。如果徐山川咬紧牙关，你又找不到新的证据，怎么定他强奸？开会的时候和领导汇报，我怎么说？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努力，一定努力。我知道你们很努力，但是努力得有效果才成。老是没进展，领导说要换人，我可没辙。
是不是每次碰你，我得先找人算算日子啊？好烦。具体的烦，抽象的烦啊。表面上是1、2件事情引起的烦，但这2件事情引发了更大面积的烦，就像被虫子咬了一小口就引发了全身过敏一样。案子办得不顺利，还是焕宇的这次考试成绩不理想了，挨领导骂了，车子剐蹭了，还是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这么一问，我就更烦了。不问了，睡觉。我在调看莲湖大酒店徐山川开房记录的时候，顺手输入了你的名字。我发现你在莲湖开了2次房，一次是上个月20号，一次是上上个月20号，准的就像来例假。因为这个房啊，嗨，那房间看来是跟小胡他们打牌的。你确定？不信查监控去。监控保留不了那么长时间。你要是没把握，可以再回答一次。喜欢听我重复啊？上个月20号，小胡不在本市。哦，那我就记错了呗。跟小胡是上上个月，上个月是跟小贺、小豹老下的。又骗我？怎么骗你了？上个月20号，老夏开了1天的会。怎么，连我的朋友你们都一同监控了？用得着监控吗？看看他们朋友圈就都知道了。哦，那就是跟小谢呗。我就这么几个牌以后，日子久了我气串了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投案自首会从轻处理。拜托，我是你老公，我不是案犯。老公不说实话就是案犯。我还能说什么？我已经气得无话可说了，心里不禁涌起一股鲁迅式的悲哀，仿佛天底下没有说理的地方。我知道他没睡着，他也知道我知道他没睡着。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他没睡着，但他还是假装睡着了。小勇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慢点开啊。原来笑容也是有方向的，哪怕你跟笑容站在同一条直线上。凶手是哭不出来的，只有你们说真话，才能帮助我们破案。这次来，是想请你们回忆一下4月22日面试那晚，夏冰清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？其实也没啥反常的，孩子就是高兴，高兴的哭了1天1夜。怎么个哭法？把自己关在房子里边。高兴怎么是哭？喜极而泣，因为他终于可以到北京工作了。除了那晚，后来他有没有还在你们面前哭过？
拿出来吧，你兜里的。为什么没早点把这封信交给我们？因为她没有成为我们想要的女儿。你们就像我的父母，哪怕衬衣破了100个洞，也要确保领子干净挺拔。人都死了还说假话，哪儿来的底气呀？今年年初，他回来，待了几天。我们领他去看他的爷爷奶奶，他才跟我们说了实话。冰清，爷爷奶奶在世的时候最疼你了，你有什么心事啊，就跟他们讲讲。你记不记得小时候，只要我一凶你，他们就凶我。爷爷奶奶最宠你。爷爷奶奶，我跟一个人好了，但他有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？你说的不是真的，对吗？告诉你啊，你必须离开他，重新找一个。你觉得这件事儿就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？啊？我不管简单还是复杂，我的女儿不可能给别人当小三。反正我已经什么都没了。一个称呼而已，没所谓。你还有我们呢，你有爸有妈。啊，我还有你们。从小我就听你说，我这辈子就为了我闺女。你真伟大，真有担当。但事实上，你给过我什么？房子、存款、幸福还是安全感？别说了啊，咱们回家再说这事儿，别跟爸爸这么说话。我给了你生命，我把你养到这么大，没有我行吗？啊！我谢谢你，多亏有了你。没有你，我怎么会上不了大学？没有你，我怎么差点就嫁给李小伟了？没有你，我怎么会给别人当小三？别说了，冰清，听话。你不要脸！对。就是不要脸，你对我的爱都是嘴上的，最后还是我给你收拾烂摊子。我不当小三儿，谁给你还你欠的一屁股债？你现在刚把屁股擦干净，掉头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谴责我是吗？
你别忘了，你的屁股是我给你擦的，是我在替你的无能买单。冰清。 我竟然动手扇了他一巴掌，我不知道他会遇害。我要是知道，我宁可伤我自己。我现在后悔啊！第一次我问你们，你们说他上次回来没什么异常，有说有笑还唱歌，你们知道你们耽误了多大的事儿吗？ 你们把我们破案最宝贵的窗口期给耽误了。对不起，当初没跟你们说老实话，是因为我们不服，我们对我们家这个命不服。但你们帮凶手赢得了时间。这是莲湖大酒店丢失的2个救生圈。 丢失的具体时间不详，酒店怕人不慎落水，在栅栏边上配备了10个救生圈。这个是西江下游10公里处的孩子们18号中午他们在江里捡到了救生圈。你们检测救生圈上的 DNA 了吗？测了，救生圈被水冲刷，又被7个孩子的身体轮番摩擦，没有在上面提取到犯罪嫌疑人或者死者的 DNA。你怀疑这2个救生圈是运送夏冰清尸体的工具？是。 我怀疑案发的第一现场就在莲湖边，可是我们又重新勘测了桥下水域和河流，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所以啊，推理再次沦为推理。我感觉有点对路了，你们还得继续努力。这个是夏冰清留给他父母的字条，这能说明什么？我觉得夏冰清是在暗示，如果出什么意外，就是徐山川干的。 是不是还可以解释为，如果我死了，可以找徐山川解决困难？夏冰清在写这张字条的时候，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生命受到的威胁？你们要从夏冰清身边的每一个人查起。我需要的是证据，而不仅仅是推理。明白。明白。别吃了，还有心思吃呢。 谢谢。走吧。哟，穆教授，赶紧加餐了。好几天没回家了。妈妈，你怎么来啦？我来给你送饭。哎呀，谢谢宝贝。可是妈妈已经吃过晚饭了呀。 吃过了也得吃，不然爸爸就白做了。我看看，给我送什么好吃的了？哎呦喂，我来，还热着呢，我来。哎呀，看看还有什么呀？谢谢宝贝。啊！你看看你，眼睛都熬成什么样了？熊猫眼。我就是干这行的。 有眼熟的吗？诚心的，最上面那个见过，在莲湖大酒店的大堂吧。不但见过，你们还对了几眼。没什么特殊意义啊，你别在这儿瞎敏感。哎，我给你的钱你还给贝珍了吗？好了。睡着了。 让他睡会儿吧，他太懂事儿了，心比大人还累。
你解释一下我开房的事儿。回家再说吧。我现在需要清空脑袋想案件。那就回家呗，洗个澡，睡一觉，放松放松。今天回不去，明天再说吧。他是不是发错了？如果发错了，倒是个抓他现场的好机会。欢迎光临莲湖酒店。你再使点劲儿。哎呦，美，穆大夫，你忘了你老婆是警察了吧？你别多想，这都健康。赶快换衣服，找人给你放松一下。没想到你这么会享受。情况就这么个情况，你知道的。前几个月我写论文、搞课题，腰酸背痛的，所以呢，就在这儿开房，做了2次按摩。为什么不去负一楼？这楼下那环境搞得跟邪教似的，你愿意跟那儿待着吗？为什么说去打牌？说多了，我怕你脑子烧坏了。早坦白。是不是每次按摩后也干这事儿了？说什么呢？你人这是正规的，再说我这身份能干这事儿吗？身份不是挡箭牌，比你身份高的我们也发过款。能不能不随时办案？谁让你那么刻意呀？想知道真相不难，只要查一下你那个时间上门来的技师，再问问他，给你按摩之后加没加其他的项目，不就知道了？可是我查出来和你自己承认，后果可是不一样的。那你查吧。哎，你回来，难得出来，你别扫兴。谁扫的？我扫的呀。我行了吧？我不问了，行了吧？放桌上。
没怎么。啊。你第一次没接我的杯子。我这正写东西呢，你也不能一边打字一边接东西吧？可你以前再忙都会接。你真的变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办案办的自己神经过敏了吧？以前我们一起做饭，一起洗碗，现在我进厨房你就嫌我慢，嫌我笨。我给焕宇辅导作业，你说我是在添乱；我打不开吸尘器，你说这个家所有的东西都跟我犯冲。我一直就是这种说话风格呀。不，我认为我正在被你和这个家庭排斥。不是，你为什么总要逆着去想问题呢？你能不能把这一切当作是我对你的照顾？照顾？对。我给你递东西，你不敢碰我的手，好像我身上有什么病毒。迎面过走廊的时候，你像躲魔鬼一样躲我，使劲把自己往墙上贴。每天半夜都是我睡着了你才进房间，你生怕看见我醒着。你把这个叫做照顾。那怨谁啊？你整天疑神疑鬼的，我都不敢。你心里没鬼，为什么怕人家怀疑？明明是你开房说不清楚，怎么变成你有理？我没理，我有罪行吗？我不想说了，行吗？我错了。你从酒店离开之后，我到负1楼按摩中心，情况我都掌握了，但我还是想给你个改口的机会。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。你的答案我不满意。如果非要说我出轨你满意的话，那你就当我出轨了。真的吗？这不就是你心里的标准答案吗？我没有调查你，我只是在吓你。你神经病啊！你不用吓我，你直接问吧。想知道什么？你开房到底干什么？按摩。真的吗？要完没完？你用不着这样，我都看见了。你又在给那个美女作家写评论，5年了，每年写1篇。你写那个评论比他那个破小说都长。冉东东啊，我当初怎么会爱上你？我也纳闷儿。